朋友，你相信吗？人的运气其实是可以被吸走的，尤其是人到了60岁，这是人生一个甲子的轮回，也是气场最容易波动的时候。在这个阶段，你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身体的衰老，而是你脚下的路走错了方向。老祖宗常说，门不乱进，话不乱听。很多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晚年却不仅破财，还一身病痛？其实，问题可能就出在你太重人情这4个字上。人这一辈子，其实就是修一口气。年轻时，气血方刚，你是阳气的主宰，哪怕去一些嘈杂混乱的地方，你的能量场也能扛得住。但过了60岁，天干地支转了一轮，你的生命能量开始由外放转为内收。这时候的你，就像一个精密的瓷器，最经不起的就是气的冲撞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退休了，没事干，就该多走动，多串门，联络感情。殊不知，这世上并不是每一扇门都敞开着善意。有些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负能量黑洞，你一脚踏进去，看不见的是笑脸相迎，实际上你的福气、你的财运，甚至你的健康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抽干。今天我就要从风水和命理的角度为大家揭开这层窗户纸。人到晚年，就算你再孤独，也绝不能踏进这4种人的家门。特别是最后一种，看似最普通，杀伤力却最大，能让你在这个年纪遭遇钱财和精神的双重破产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对自己晚年最大的慈悲。首先，我们要警惕的第1种家门，叫做是非之家。什么叫是非之家？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你刚一进门，屁股还没坐热，这家的主人就开始拉着你的手，神秘兮兮地跟你说，哎，你知道老张家的媳妇又跟婆婆吵架了吗？或者听说隔壁老李的儿子做生意赔了个底掉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邻里之间的闲话家常，是为了拉近你们的关系。但各位，请记住中庸里的一句话，言备而出者，意备而入。在风水学上，语言不仅仅是声音，更是一种生煞。一个家庭如果充满了对他人的评判、嘲笑和窥探，那么这个家庭的气场就是浑浊的、尖锐的。你以为你只是去听听，不发表意见就没事了吗？大错特错。当你坐在那里，听着这些负面信息涌入耳膜时，你的心神就已经被扰乱了。中医讲心藏神，你的神一旦被这种琐碎、阴暗的是非所牵动，你原本平静的气就开始紊乱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村里有位退休的老刘，人非常老实，一辈子积德行善，但他有个毛病，就是耳根子软，退休后觉得无聊，最爱去村口的一户人家串门。那户人家是出了名的广播站，10里8乡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丑事。老刘原本只是去喝茶，听个热闹，结果听着听着，就在这种氛围的诱导下，偶尔也附和2句，或者点点头。结果呢？没过多久，那户人家传出了一则极其难听的谣言，被人找上门来对质。这家人为了推卸责任，直接把手指指向老刘，说是老刘传出来的。老刘百口莫辩，气得当场血压飙升，住进了医院。他在村里积攒了一辈子的好名声，因为这几句闲话毁于一旦。这就是是非之地，必有灾殃。易经里讲，
急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真正有福气的人，言语是清净的。而去这种是非之家，就像是把一块干净的白布扔进了染缸。你出来的时候，哪怕你自己觉得没染上色，但在别人眼里，你已经带着那一身洗不掉的浊气了。而且从运势上讲，长期浸泡在是非中，会破坏你的贵人运。因为贵人最怕浊气，你身上带着这种爱说是非的磁场，真正的贵人会对你避之唯恐不及。所以60岁以后，请管住你的腿，远离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是非门。哪怕孤独一点，也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清净。清净才是晚年最好的风水。第二种千万不能去的家庭是攀比之家。这种家庭往往从外表看光鲜亮丽，甚至可能比你有钱，比你有地位，但你一走进去，就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他们邀请你去做客，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叙旧，而是为了寻找优越感。哎呀，老王，你看我儿子刚给我买的按摩椅，2万多呢，你家孩子给你买了吗？你看我这房子新装修的欧式风格，花了好几十万，你家那老房子还没动工呢吧？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分享喜悦，实则是把你当成了他们炫耀的背景板。人到晚年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心安。道德经里说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意思是没有过多的欲望，内心才能平静。当你走进这种攀比之家，原本你觉得自己日子过得挺知足，粗茶淡饭也挺香，可被他们这么一刺激，你心里的天平瞬间就失衡了。你会开始想，我都辛苦一辈子了，怎么混得还不如他？我的孩子怎么就没人家孩子孝顺？这一念起，万般烦恼生。嫉妒和失落是2把看不见的刀子，直接伤害的是你的肝气。中医讲肝主疏泄，情绪抑郁，肝气郁结，接着就会影响脾胃，导致百病丛生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，年轻时心态很好，晚年却因为常去几个富贵朋友家串门，回来后这就看不顺眼，那也觉得委屈，整天在家里长吁短叹，甚至跟老伴吵架，跟子女发火。这哪里是去串门？这分明是去给自己找罪受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风水原理，能量是守恒的。那些极度爱炫耀的人，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极度空虚的。他们需要通过掠夺别人的羡慕眼光，来填充自己的黑洞。你去配合他们，就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去喂养他们的虚荣。而且《易经》谦卦中说，天道亏盈而益谦。天道是厌恶满盈，喜欢谦虚的。一个家庭如果充满了炫耀之气，说明他们的气数已经到了顶峰，甚至开始走下坡路了，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征兆。你此时频繁去接触，很容易被这种即将衰败的气场连累。真正的富足，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，而是内心的不乱。有一位老木匠，活到8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。别人问他长寿秘诀，他说，我不看别人碗里的肉，只吃自己碗里的菜。60岁以后，面子是给别人看的，里子才是自己的。别去那些攀比之家找不痛快，关上门，喝一杯自己的清茶，读一本好书，享受自己的小确幸，这才是保全福气的智慧。第3种必须远离的是算计之家。这种人，你可能这辈子都遇到过。他们看起来很热情，
总是歌长歌短地叫着，但每一次接触背后都藏着算盘。年轻时，或许为了生意，为了人脉，我们不得不和这种人周旋。但到了60岁，如果你的朋友圈里还有这样的人，那就是你对自己最大的残忍。这类家庭有一个典型的特征，只进不出。你去他家串门，哪怕带了礼物，他收下后回过头来还要让你帮个忙，或者变着法的向你索取点什么。也许是借钱不还，也许是想占你孩子的便宜，甚至可能只是把你当成免费的劳动力。易经中有一卦叫损卦，讲的是取舍之道。但对于那些习惯算计的人来说，他们不懂损，只懂益自己。和这样的人来往，最可怕的不是损失那点钱财，而是你的正气会被侵蚀。古人云：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当你总是处于防备、猜疑的状态中，你的神经会一直紧绷。风水学上认为，人与人之间的气场是会相互渗透的。一个贪婪、算计的人，他身上的气场是浑浊且带有粘性的。你跟他接触久了，你的思维方式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狭隘、功利。更有甚者，会被拖下水。我曾听过一位老人的遭遇，他的一位邻居平时特别爱占小便宜，也爱算计。这位邻居总是拉着老人去参加一些所谓的免费领鸡蛋、高回报理财的讲座。老人抹不开面子，觉得邻居这么热情，肯定是为了自己好。结果呢？在那种精心设计的骗局和氛围中，再加上邻居在旁边的煽风点火，老人把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金全投了进去，最后血本无归。那邻居呢？可能只是为了赚那一点点人头费，就把多年的老友推向了深渊。60岁以后，我们的判断力、反应速度都在下降。对于这种复杂的算计，我们往往防不胜防。所以，最安全的策略就是物理隔绝。对于那些眼神闪烁、说话总留半句、凡事都要讲条件、从不肯吃亏的人，请尽早断绝来往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在风水上，这叫做避煞。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就是行走的人形煞气。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，更要保护好自己对人性的信任感。不要让最后那点纯良被这些人渣消耗殆尽。最后一种，也是我要重点强调的，危害最大、最容易被忽视的怨气之家。这种家庭可能既不说是非，也不炫耀，也不算计你，甚至他们看起来很可怜，很弱势。但是只要你一进门，或者一跟他们坐下，听到的永远是抱怨。抱怨老天不公，抱怨社会不好，抱怨儿女不孝，抱怨身体多病。整间屋子弥漫着一种发霉、阴冷的气息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百病生于气，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情绪，而怨气是所有情绪中最毒的一种阴气。这种家庭的风水，在易经中对应的是坎卦，代表着险现、困境。人如果长期处在坎卦的磁场中，就会被阴暗的情绪所包围，找不到出路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是去安慰他们的，我是好心。朋友们，到了60岁，你要认清一个现实，你不是救世主，你的能量已经不足以去拯救一个深陷泥潭的人了。
当你试图去开导一个满腹怨气的人时，你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不对等的能量交换。你输出的是你的阳光，你的正能量，而对方回馈给你的是无底洞般的负能量垃圾。这叫共情伤害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去完这种人家里，回到家后，你会觉得特别累，那种累不是体力上的，而是心累，甚至会觉得胸闷气短，连晚饭都吃不下。这就是因为你的阳气被对方的怨气中和掉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怨气是会传染的。原本你觉得生活还不错，听他抱怨了一下午儿女不孝，你回家看到自己的儿女，可能也会越看越不顺眼，觉得他们是不是也对自己不够好。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你的家庭和谐瞬间就会被破坏。这就是风水上的晦气冲门。我认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太太，80岁了，眼不花耳不聋。她有一个原则，凡是来家里诉苦超过3次，且完全没有改变意愿的人，她一律闭门不见。她说，我的余生很贵，不想浪费在别人的垃圾场里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人到晚年，比拼的不是财富，而是心态。我们要多接触那些哪怕生活艰难，依然能笑对人生的人，多去那些充满欢声笑语、花香鸟语的家庭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想让自己晚年身体健康、运气顺畅，就必须切断与怨气源的连接。避开了这4种门，我们该去哪里？其实60岁以后，最好的去处是回到自己的内心。古人云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我们在外面奔波了大半辈子，心神一直是向外发散的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是时候把心收回来了。真正的风水不在名山大川，而在你的方寸之间。如果你能做到以下这几点，你自己的家就是天下最好的福地。第一，修静气，不乱跑，不乱听，享受独处的时光。在独处中，你能听到自己身体的声音，能感受到天地运行的规律。这种静能生智慧，能养长寿。第二，养和气，对自己家人和颜悦色，对过往的遗憾选择释怀。家里没有争吵，没有怨怼，这种祥和之气就是最好的聚宝盆。财神爷最喜欢光顾的就是笑脸盈盈的家。第三，守正气，不贪便宜，不生妒忌。心正则百邪不侵。哪怕你住在陋室，只要你心怀坦荡，你的气场也是光明的，任何鬼祟霉运都不敢近身。人到60，别再向外求索了，别指望通过串门来排解孤独，别指望通过攀比来证明价值。各位朋友，人生就像一列开往终点的列车。60岁，我们已经到了风景最美，但也最需要平稳行驶的后半程。这4扇门，是非之门、攀比之门、算计之门、怨气之门，就是轨道旁边的岔路和悬崖。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，或者抹不开的人情，就把车开进去了。记住这8个字：心静气和，得后命安。当你学会了拒绝，学会了做减法，学会了把时间和能量留给自己和最值得的人，你就会发现，晚年的生活原来可以如此丰盈。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都能守住自己的门，护好自己的心，修得一份从容自在的大福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
请在评论区打出福气自来4个字，为您和您的家人接福纳财。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我是您的风水老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